朋友們，过年好呀！今天呢，我準備了3個 AI 視頻的有趣的玩法，方便你回家跟親人露一手。尤其是第3種玩法，一定要謹慎，一不小心呢，就會成為眼淚收割機。那麼我們就開始吧。首先，第一個應用就是制作一個專屬於自己的紅包封面。這個 AI 模型呢，其實都可以，但這裡我選擇了最近比較火的積夢 AI。因為在視頻端它有這個最新的 Seedance 2.0 的模型，但第一個應用呢，我們要用到的是這個圖片生成模式。我們選擇這個圖片生成模式，然後去上傳一張你滿意的照片。這裡呢，我選擇了一張我跟對象的全家福，還有我們家的小狗。那這裡呢，要注意調整一下這裡的畫幅。因為這個紅包封面是豎屏的，比例是3:4，所以選擇這個3:4。分辨率呢，其實不用太高，我覺得2K 就可以。然後這個圖片模型這裡邊，盡量選擇相对比較新的。例如說，我們想把它轉換成一個動漫風格，那這裡呢，我就會說，保留人物的特點，這裡要加一下人物和狗狗的特點，將圖片轉換成，我們可以具體一點，例如說宮崎駿的漫畫風格。然後呢，我們在畫面內容中加入一些新年的元素，比如說中國結或者福字，歡樂的過年氣氛。然後我們點擊生成。這裡如果你有會員的話，它很快就可以做出成品。當然不一定每次生成的內容都会非常的完美，可能要抽幾次卡。可以看到這裡呢，人物的主要特點呢都被很好的保留了。例如說我的這個方下巴，還有狗狗的特徵，還有我對象的這個耳飾、衣服的特徵都被很好的保留了下來。這個時候呢，我們就可以把它添加到紅包封面裡面去了。打開微信，搜索我的紅包封面，然後把我們剛才制作的圖片添加進去，專屬於你自己的紅包封面就制作好了。那麼第2個玩法呢，就需要用到我們剛才生成的這張紅包封面，我們來做一個有趣的拜年小視頻。剛才生成的這些圖片呢，我們可以選擇一個你看起來比較滿意的，例如說這個吧。我們點開它，這裡可以點擊這個生成視頻，我們直接去用這張圖片進行操作。點擊了這張圖片之後，我們可以看到它這裡邊默認的模型就是這個 Seedance 2.0，但我們要點開看一下。這裡呢，其實新登錄了一個 Seedance 2.0 Fast 的模型，它是這個 Seedance 2.0 的簡化版本。雖然呢出圖比較快，性價比比較高，但是我覺得目前跟 2.0 本身還是有比較大的差距，所以可以的话还是建議大家用这个 Seedance 2.0 的这个模型。时间的话，我覺得5秒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後這裡呢，我們在生成模式這裡邊，在首尾針這裡點擊一下，會看到有一個全能參考。這樣我們只用第1張圖，然後在後邊加上描述就可以了。在後邊有一個 at 這個按鈕，點擊它引用參考，我們引用這張圖片。下面的話，我們就可以用文字描述來幫我們生成我們想要的一個拜年動畫。那這裡我的描述用的是這個男女角色一起說新年快樂恭喜發財，然後狗汪叫了一聲，整個過程當中福字和中國結輕輕擺動，然後提示了一下過年的歡樂氛圍。因為這個Seedance 2.0有時候會自動加字幕，所以我建議呢是在後邊，如果不需要字幕的話，一定要備註一下，只是說無字幕。然後如果你不想要音樂的話，也可以標註一下無背景音樂。然後呢，我們去點擊生成。如果你買了會員的話，它是有會員加速的，你可以很快的享受到這個視頻生成。如果沒有的話，可能要排隊幾個小時，因為它確實最近這個模型呢比較火。我剛才好像點錯了，我點的是這個 Fast。我們再來一遍。然後關於這個 Seedance 2.0 這個模型在哪裡能夠用到？第一呢，就是它的這個積夢 AI 的網頁端。積夢 AI 呢其實是有一個手機端的 App 的，但是有很多功能手機端並不支持，所以我建議大家還是在網頁端去體驗。然後的話就是一個手機端的叫小雲雀的 App， 這裡邊每天可以免費使用3次，如果想白嫖的話，可以嘗試一下這個小雲雀的 App。 值得一提的是積夢 AI 這裡它的進度提示呢是多少%的造夢中，真的是讓人特別有好感。
這裡其實等到3分鐘左右的時候 Cadence 2.0 的这個模型就已經生成完成了，然後反而是這個 Cadence Fast 的模型還沒有做完，所以我不太清楚這裡邊到底是什麼情況。一會兒呢，我們可以對比一下這兩個模型生成的效果。當然，我覺得這麼短的視頻呢，其實體現不出 Cadence 2.0 的這個完整模型的特點，因為這個模型特別強的地方就是在於它的分鏡，只有你的視頻時間拉得足夠長，它的分鏡才能夠比較充分。等到大概4分鐘左右的時候，這個也終於是完成了。現在讓我們对比一下這兩個模型的生成的效果。首先是這個 Fast 的模型。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！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！然後我們來看一看這個 2.0 的完整模型。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！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！其實說實話呢，這兩個模型對比起來，我可能會更喜歡上面這個。從表現力上來看，確實是不如這個 Cadence 2.0，但是這裡邊狗狗在跟人說話一起擺口型，看起來怪怪的。所以有可能我們需要再抽一次卡。像我第一次生成的這個模型呢，就是這樣的一個效果。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！所以遇到不滿意的，大家可以選擇這個再次生成，就再抽一次卡，用不着幾次就可以得到你比較滿意的結果。做好了之後呢，发到家人群裡邊，一定会收穫不少3大姑8大姨們的誇獎吧。然後如果想要進階一下的話，大家可以做出這個從照片變成動漫的這樣的一個過程，這裡就需要用到這個 Cadence 2.0 的這個手尾針功能。這裡我們選到這個 2.0 的模型，然後選到這裡的手尾針，手針呢把它添加成這個我們選好的照片，然後尾針呢把它選成我們剛才生成好的這個动漫風格的圖片。這裡我其實已經做好了一張，用的提示詞是這樣的：畫面逐漸由真實轉成動漫風格，福字和中國結從牆上生長出來。因為這裡邊我其實試了一下，它有時候描述生長出來會閃過一下葉子的形象，所以這裡我也是標注了一下，不是植物。我们來看看效果。還不錯是吧？那麼第3種應用呢，就是把老照片變活。你小時候的那些照片可能只有每次回家的时候才能夠找到。我呢，其實之前給我自己的這些小時候的照片都做了掃描備份。如果你沒有掃描儀的話，其實用手機拍攝也可以，之後在圖片的編輯軟件裡邊把它拉直，變成一個正常圖片的比例就 OK。這裡呢，我們要選擇下邊的這個視頻生成 Cadence 2.0 的模型，然後這裡的手尾針我們要選成這個全能參考。要注意的是下邊的這2個，一個是智能多幀，一個是主體參考，目前呢是不支持這個 Cadence 2.0 模型的，所以我們只能去選擇這個全能參考。這裡參考內容呢，我們可以選擇一張我們自己的照片，我選了這樣一張照片。看起來那個時候我只有5歲。說實話，具體發生了什麼我已經沒有印象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現在這個模型呢是不支持真人形象上傳的，所以呢這裡其實有一個小技巧，這個大家呢且看且珍惜，有可能呢隨時都會被禁掉。這裡呢我們要說它是一個 CG 渲染出來的形象，就大概率可以通過審核。否則的話呢，我們直接去用這個小孩這個描述的，或者說用真人的這個描述的話，它在生成結束之後有可能就會顯示生成失敗。我這裡的提示詞是這個小孩坐下，雙手合十，水面波光粼粼，身後的人群在悠閒散步。大概等了3分鐘左右就做好了，我們來看一看效果。這裡呢，我其實是想做出一個由站立到坐下的過程，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夠細緻。如果加上這個的話，它就可以做出這樣的動作。我們可以看到後邊的人物走動都是比較自然的，所以說這個模型真的是非常強大。當然呢，你也可以嘗試去給家裡的老人看一看他年輕時候的樣子，或者說呢，把一些去世的親人
重新用 AI 的方式讓它活過来。但說心里话，我覺得這未免有些太過殘忍，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在使用的時候一定要謹慎吧。总之呢，這個 AI 的使用還是非常簡單的，我真的強烈推薦大家去試一試，自己去玩一玩，相信你會發現更多更好玩的這個 AI 的玩法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先到這裡。我相信 AI 的進步就是讓像我們這樣的普通人使用起來更加方便，降低創作的門檻，讓你發揮自己的想象力，能夠創造我們想要創造的任何東西。這裡呢，再次祝大家新年快樂。那麼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啦。